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《辛普森家》第9季第14集。世界末日，洪水滔天，上天让诺亚建造一座自己的方舟。正看到最精彩的部分，亲妈就让孩子们去睡觉了。可洪水才淹到膝盖，他们怎肯就范？然后全家人就看到第2天早上，直到早间新闻播出，亲妈才发现已经到了上学的时间了。明天就要去参加洲际模拟联合国比赛，所以今天是各国代表排练最后一天了。首先是芬兰代表马丁表演的本国舞蹈，有些不足，但勉强过关。接着是波兰代表的眼镜仔，问他国家成就，他回答在夜里发射一支火箭到太阳。然后就轮到利比亚代表小新，这家伙一开口就是你这头美国猪。他当然什么也都没有准备，但他胡编乱造本领很强。利比亚的出口数量庞大，其中一支是玉米。总之，利比亚是一个反差极大的国家。谢谢。这一番话把校长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校妹提出，如果真的想有所收获，就应该……话还没说完就被小新打断了，然后所有孩子全都吵了起来。第2天是正参加比赛的日子，孩子们都坐上校车后，校长还亲自送别，倒也不是担心他们，只是宝贝这辆校车。前往比赛的路上，小胖子有些无聊，就打开冷藏箱拿出个橘子，让小新和他比赛。小新本就是个不安分的，直接拿出苹果应战。第一个到车子最前面的可以拿到马丁的午餐。说罢，两人同时松手，目送水果往前滚。这下全车的孩子都沸腾了。在他们即将到达终点时，英才从箱子里拿出一个葡萄柚，给我让路。葡萄柚确实是后来居上，一跃成为了第1。然而谁也没有料到，他居然滚到了刹车板下面。也许是他们运气不好，前方刚好就要减速过桥，于是一无所知奥拓直接踩爆了葡萄柚，然后被飞溅柚子汁射中了眼睛，只能凭感觉转动方向。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些孩子，很快校车就冲破护栏，直直落入了水中。作为唯一的大人，奥拓决定游出去求救，打开车窗，水直接灌满了整个校车。即将淹没的时候，一个巨浪让孩子们逃了出来，而且离这不远处就是座孤岛。他们虽然暂时保住了小命，才刚脱离危险，孩子们就开始相互指责起来，都是 Lisa 的错，是他提出这个愚蠢的联合国俱乐部，是马丁支持这个提议的，这完全都是他的错。我们都知道这是眼镜仔的错，你和你那葡萄柚差点弄死我们。说罢，所有孩子又吵了起来。正当闹得不可开交之时，小新叫住了同伴们，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恐慌，相反，他十分高兴。在他看来，自由自在他们将会过上国王般的生活。他们将会在树上搭建好居住的地方，会用过滤的海水洗澡，会造出自己的车，会大快朵颐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还有猴子管家每晚为他们讲丛林故事。他的美好想象安抚了孩子们，大家开始充满期待，人心稳定下来，可以安排工作了。小新决定由自己和小胖子来建造树屋，马丁负责一份烟子收音机的计划，剩下人就为晚宴收集食物。下午，小新吹响了海螺，召集众人。辛苦了这么久，大家该吃些东西补充体力了。不料食物小组就找到一些果子，还是有毒的，孵蛋可以证明这一点，吃了之后会腹痛不止。不过小新也没有资格指责食物小组，因为他和小胖子大叔也不尽人意，不用分吹，说话声音大点就散架了。沉重的现实给予了小新致命的一击，他开始明白当初自己是多么天真，或许他们就应该像奥拓一样游出去求救，但其实奥拓也并不比他们好多少。虽然在即将溺水的时候被渔船打捞了起来，但这些渔民并没有打算救他，而想把他送进罐头厂做苦力。没有吃的，孩子们只能原地休息。突然，烟仔尖叫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宁静，快逃命啊，有怪物！此言一出，所有孩子都快速找个地方隐藏起来。然而过去良久，他们什么怪物都没有看到，根本就没有怪物。你这个超级胆小鬼，如果你看到怪物，你也会吓破胆的。眼见小胖子和眼镜仔又要吵了起来，校妹忙打断了他们。夜晚就要来临，想办法生火才是最重要的。生活还不简单，小胖子直接抢走眼镜仔的眼镜，然后用石头打火花，待到眼镜快要报废的时候，终于燃了。晚上，眼镜仔又一惊一乍，说是听到怪物的声音了。小新忙安抚他，说那只是自己的肚子在叫。说到这里，小妹突然想起校车上还有个冷藏箱，里面放了他们带来的食物。这么说，小新也想起来了，他抢过眼镜仔呼吸机就跳入了水中，打开后门，果然看到了冷藏箱。刚把它搬上岸，孩子们就一窝蜂拿走了食物，然后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小妹忙制止了他们的行为，并收走了剩下的食物。我们可能要撑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明天再吃。虽然孩子们都不太服气，但小妹确实说的在理。就这样，孩子们挨到了第2天，刚睡醒，大家就让冷藏箱团团围住，然后打开盖子，里面竟然空无一物。这时，他们注意到了旁边还在睡觉眼镜仔以及他身旁那些包装袋，事实显然就摆在眼前。然而面对同伴们的质疑，眼镜仔却咬死不承认。可小胖子已经从他无意间打的饱嗝闻出了奶酪的味道，这下眼镜仔也无话可说，只得连连求饶。但小胖子怎么可能放过他？当即又扬起了自己的拳头，又是小妹出言阻止暴力的发生。他提出眼镜仔应该得到公平的审判。大家虽然都有意见，却也认同这不是个野蛮社会。于是审判开始了。小妹作为律师，选了唯一的当事人眼镜仔，他还是像之前一样否认了自己偷盗的事实。当问及还有谁有这个嫌疑时，眼镜仔想到那只怪物。然而对于谁也没有见过
的怪物，他证词不足为信。谢小妹又问有没有任何人亲眼看见银仔偷吃，虽然大家都只是怀疑，并没有掌握实际证据，小胖子作为检察官也没有问出问题，只是打了几拳泄愤。根据已有的这些线索和询问，其实小新也认为是银仔吃掉那些食物，但因为没有证据，也只能判他无罪。对于这个判决，孩子们都很不服气，纷纷拿起石头开始砸眼镜仔。谢小妹见状，忙将他护在身后，同时让哥哥帮自己。小新也很无奈，毕竟他也很不服那个裁决。小胖子见小新站在自己这边，就推搡了一下辛小妹。这一举动惹恼了小新，别碰我妹妹。他的行为在小胖子眼里就自然是对立，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呼吁大家将他们3个都干掉，狠踢他们的屁股，踢断他们的腿。眼见情势不妙，3人只好赶紧跑路。还没跑多久，银仔又跑不动了，兄妹俩没办法，只得抬他继续向前跑。不一会儿，3人就跑到了绝路上，好在旁边有树藤可以荡到对面。小新将第一次机会给了银仔，谁知家伙过去之后，竟没有将树藤扔回来。眼见后面人就要追上来了，小新用力推倒了一棵树，对面刚好有一个洞穴，于是3人就躲了进去。不料他们很快就被前来的小胖子们找到了。同样被发现的还有洞穴里的野猪，看他撩上光的包装袋，很显然食物就是他吃的。知道真相后，小胖子马上向银仔表达了歉意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想要杀掉你，你是该道歉，因为我只偷了2块三明治和1袋多利多滋。这时小妹又发现了玄机，如果野猪可以生存，那这里一定有食物。接着他发现野猪在舔石头上的泥，不过这只是他的食物，毕竟有头猪在这里，谁还吃泥呀？孩子们荒岛求生经历告一段落，来看看辛巴又整出了什么幺蛾子。这天辛巴正在查看邮箱信件，没想到账单之外还有一份是弗兰德公司的。一旁的弗兰德听到了，忙说那是自己的，这家公司是他的家族企业。辛巴自然不相信老邻居话是真的，不过事实确实如此。弗兰德和妻子在网上卖宗教挂毯，得知可以在网络上赚快钱，辛巴一下就心动了。回到家就开始把各种东西放在餐桌上，说是要为新生意弄一个家庭办公室出来。他告诉妻子自要用网络赚钱，他说除了他们，每个人都在这上面赚钱。为了追赶时代的潮流，他也必须支棱起来。但辛巴还是不明白这为什么会用到自己昂贵的黄油，那自然是为了方便辛巴能够随时舔着吃。工作室成立之后，就会给公司起个名字了，但辛巴想破了脑袋，也只想到了弗兰德公司，于是就求助了妻子。辛巴却是个取名天才，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电脑环球超前异照网，名字解决了，辛巴又为自己想个头衔，初级副总裁。说来也巧，刚定下来就有电话打了进来，辛巴兴致冲冲报上公司的职位，没想到是帕里打过来找辛妈的。这天漫画男正电脑上浏览精美图像，无奈这网络太差，半天又加载不出来。快到关键部位时，一个广告弹了出来，漫画男一看网络之王，就想着也许他能够图片加载得更快一些。接着漫画男就到了辛巴的公司，表示希望将 28.8K 的网络升级到 1.5M。 辛巴还没有听完，大脑就宕机了，很显然他根本听不懂这些专业术语。等到漫画男说完后，他只问了一句，你现在可以给钱了吗？上次的经历促使辛巴开始学习网络知识，刚看到有电脑可以上网，这里就被告知比尔盖茨来了。看到传说中的亿万富翁，这是留着马桶盖的四眼仔，辛巴脱口而出，你看起来没什么钱嘛，别被我的发型骗了，我可是超有钱的。听到这句话，辛巴和妻子大声密谋起来，大鱼上钩了马季。盖茨说他不知道辛巴的公司是做什么的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决定买下辛巴的公司。还有这等好事，辛巴按捺住心中的激动，表示勉强愿意接受他的提议。我想象中大笔支票并没有出现，反倒是桌上的东西全被比尔盖茨带的人给砸毁了。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我又不是靠前一堆支票发家的。看来辛巴这次只能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了。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，已是分工明确，公民素质也比较高。然而当猛然间被投放到了孤岛上，或许原本那些法律原则、道德约束就不再适用了。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若是连吃住都成问题，我们又能维持到几时呢？小美很聪慧，也很机智，能为生存提供帮助。可她也很天真，企图用法律去对抗生存本能，到头来不过是把自己孤立于人群之外。不过虽然是如此，但她也不失为一种先驱。当所有人都放弃了文明社会的一切，而沦为原始人，或许她的坚持就是唯一闪烁的人性光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